欢迎收看职人小馆，和我一起学习如何吃得健康、吃得开心。我是 Jordan 郑中杰，我是一名饮食治疗师。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个很香的特色酱料，叫做干香酱。干香酱对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酱料，它也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拌炒风格之一。干香酱的粤语呢念作 Kam Hyong， 金色的香味，香气十足的意思。但是本土化过后的马来文又怎么念呢？我们就念作 Kam Hyong。干香酱的味道非常的丰富，有甜、有咸、有辣，还有虾米的鲜香味跟独特的东南亚风味。咖喱粉、虾米还有蚝油呢，味道偏重。但当它们融合在一起过后呢，就会让这个干香酱变得非常的香味十足，还有浓厚。干香酱非常受欢迎，通常呢和海鲜搭配，比如说大虾还有喇喇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煮这个干香酱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处理这个浸泡过的虾米，我们要将它给切碎。好，我们虾米呢切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过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火开始煮我们的干香酱了。在一个平底锅里面呢，加5大匙的油，然后加入刚刚我们切好的虾米。好，然后稍微拌炒一下。虾米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，对人体的生理机能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我们看到虾米已经炒得开始冒很多小泡泡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红葱头还有蒜米了，继续的拌炒。我刚刚加的这个红葱头呢，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，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抗衰老哦。好，炒了差不多1分钟左右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加我们刚刚已经剁碎的小辣椒，现在就可以加入咖喱叶。炒这个虾米呢，需要很有耐性的，要一直不停的拌炒来防止它的底部烧焦，也要确保呢那个红葱头跟蒜米里面的水分呢，还有刚刚浸泡虾米的那个水分呢，可以很均匀的被蒸发掉。那虾米呢，它本身带有很重的鲜咸味，所以呢，在烹饪虾米和其他菜肴的时候呢，都建议不要用太多的盐，反而呢要用更多的天然香料，比如说蒜米、咖喱叶和柠檬汁来增加它的风味。那这个干香酱呢，我就会用到咖喱粉这个成分。当我们炒到已经可以开始很明显的闻到那个虾米的香味，还有看起来呢已经很干身过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咖喱粉了。咖喱粉里面呢含有姜、肉桂还有辣椒，都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可以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炎症，还有减少疼痛哦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剩余的材料。我们先加入糖、蚝油、酱油，还有让它颜色看起来更诱人的黑酱油。干香酱呢，这样子就做好了。我们现在就把它盛进碗里。干香酱呢是可以保存的，要确保冷藏。如果放进冰箱的话呢，可以收1个月；如果冷冻起来的话呢，可以收3个月。我们的干香酱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去巴沙购买我们2道料理需要用到的食材。我们出发吧！我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叫做甲洞，位于吉隆坡的西北部。这座100年老城镇呢，历史非常的悠久。那甲洞呢，早年也曾是主要的锡矿厂之一。最早来到这里从事开采锡矿的工人们呢，也多为客家人，也让甲洞成为华人聚集之地。那现在呢，华人依然居多，而且呢，人口非常的密集。甲洞卫星市巴沙之前经过一番提升过后呢，现在变得更加的整洁和美观。我们去看看吧。我们现在到了海鲜的档口，来买我们料理需要用到的食材。老板，我要煮干香虾，可以跟我讲说怎样选新鲜的虾没有？会跌头咯。OK。要硬硬的咯，不要软软的咯。所以老板就是说，那个头呢跟那个虾的身体呢不应该是脱离的，
虾头呢要呈现淡的红色，而不是有暗淡跟黑的颜色，就是为之新鲜的虾。那我第二道菜我要做干香辣辣，这样选辣辣要怎样选新鲜的呢？新鲜的呢，不要开大大的咯，老像这种呢，深深的啦。那辣辣呢也叫做蛤蜊，老板说要买的话呢，不要买那种已经是张大口的，就代表它是死了的。那要买这一种稍微闭合的呢，然后这样子动一下，它会缩回进去，就代表说它还是生的，还是很新鲜的。好，老板，这样子我要半kg的虾。35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Hello，陈大姐，陈大姐好你好，我要买洋葱。洋葱有在这边。洋葱选的技巧呢很重要哦。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外表是不是有润泽跟有光泽，最重要是不要买那种已经发了芽的，发了芽呢就代表说它已经老了。过后呢我们要买香菜，也就是芫荽。香菜芫荽呢要买的就是买那种嫩绿有色泽的，然后可以拿起来闻一下，有很香的香菜味呢，这个就合格了。陈大姐，我也要买菜心。好，你要买什么菜心呢？这边有3种菜心，有金马伦菜心，还有香港菜心，还有本地菜心。本地菜心，这样如果我要做炒米粉的话，要用哪种菜心？炒米粉吧，你就用本地菜心好。这个本地是来自哪里？应该是来自金宝。金宝，那它为什么适合拿来做炒米粉呢？炒米粉它不会软掉。哦，原来要做炒米粉的话呢，要用这个金宝菜心呢，炒起来才比较脆。好，然后我要红辣椒。红辣椒在这边。红辣椒在这里。这红辣椒要选的话，要怎样才是好的？不要买皱皱的就好。哦，不要买皱皱的，有光滑的，这样比较有尖尾的会带香。如果你拿圆头的，会没有这样香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尖的就是比较好的红辣椒啊，有辣，比较有那个辣的味道。对。这样子我要3颗洋葱，然后菜心要这里，盐水也要1个。谢谢。一共13块半。13块半，算你13就好。谢谢陈大姐，好，直接放进我的环保袋就好了。好，来找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的食材都买完喽，我们现在呢就要回厨房来烹饪了。顺便看一下，请了哪位来宾来聊一聊健康饮食。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这一集的嘉宾陈素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珊。苏珊今年31岁，是一名娱乐行业行销人员。她踏入职场呢已经有8年了，在工作上她需要常常对接不同的人，所以呢会特别注重自己给予别人的形象，时刻小心管理身材和外表。由于娱乐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快，她也需要时时督促自己，不断提升相关的行销知识。好，苏珊，我今天会煮的是干香虾球。你平时喜欢吃海鲜吗？很喜欢，像鱼呀、螃蟹、虾，我都很喜欢。啊，这样知道干香虾球就非常的适合你了。首先，第一步，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虾子。那你平时有下厨的吗？比较少。这样你应该没有挑过虾肠咯？没有。OK， 那我现在来教你如何挑虾肠。那在它第2个关节的这个地方呢，用一个竹签插进去，然后再拉出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看到一条很明显的虾肠，然后以一个直的方式呢，这样子拉出来。你看起来好容易哦。对呀，其实很容易的，你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好，那你要挑战一下吗？可以。好，来。万一我挑到一半弄断了怎么办？不用紧，我帮你挑其余的过来。第2节。第2节这边，对。然后放进去。没错。倒出来吗？对。就断了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插深一点，就是这样子，可以从这里进去。哦。然后，好，从这里就可以。好，我来。出来了。有啦！成功啦！好，苏珊在我们节目呢挑了她人生的第1条虾肠出来。那挑了虾肠过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将那个虾稍微的剖开它的背部。这个动作呢非常的重要，它可以让这个虾在煮的时候呢可以卷起来，就是这一个很美的虾球棒。
第二呢，可以让那个酱料呢更好的附着在它的身上。虾子呢，我们就处理完啦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煎我们的虾了。我们放2大匙的油进我们的锅里。那这一次呢，我用了平底锅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用平底锅吗？不知道。啊，平底锅呢，因为它不粘的缘故呢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减少我们油的用量，吃起来呢可以更加的健康。哦，好。那用手感受一下那个油的温度，如果你可以开始觉得那个手有一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呢，就可以煎我们的虾了。那我们煎这个虾呢，也不需要太长的时间，也不需要完全煮熟，只需要每一面大概煎15到30秒就可以了。过后呢，我们会再继续拌炒，在拌炒的过程当中呢，那个虾会继续的被煮熟，所以这一步呢不用太担心。已经可以开始闻到那个虾的香味了，对吗，苏珊？有诶，很香。所以像煎到这样，就一半的金黄色就可以。没错，不需要煎太久。不然的话呢，那个虾就很容易变老。然后在煎这个虾的过程当中呢，它会开始释放出它的美味精华。然后等一下在同一个锅呢，我们也会拿来煎我们的洋葱，所以所有的精华呢都会锁在这个锅里面哦。好，我们的虾子呢也煎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呢就可以将它捞起放一边。那我们这一道干香虾球呢，其他的配料呢也非常的简单。我们可以看到桌上呢有洋葱，还有香菜。处理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。我们首先来将我们的那个洋葱呢给切成小块。那你说你平时很少下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有切过洋葱吗？有切过，但是切的时候就一直泪流满面，所以我很怕。有什么方式可以切的时候不哭吗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，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小贴士，就是呢，在切洋葱之前呢，将洋葱放进冰箱里面呢，先冷藏大概一段时间，再拿出来切呢，就不会有哭的这个问题了。哦 ，OK。好，那我现在示范一下，将它切成小块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个主角，这是我个人的最爱。香菜，那这个问题呢，要问你，你喜欢吃香菜吗？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但是我会放哦，所以我应该放还是不要放？你可以放，你可以等下影响我说，哦，可能香菜是那么好吃的。我们就看一下到节目的最后呢，这个干香虾里面的香菜呢，会不会让它改观 ？OK， 也是稍微的给它这样子切碎就好了。在锅里面呢，我们同样的开小火。可以看到锅里面的这一种金黄褐色的呢，就是虾子的精华，虾的味道呢都在那里，所以这个不可以丢掉哦。我们就将这个洋葱给放进来。那洋葱呢，拥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抗氧化剂。其实，在蓝色跟紫色的蔬菜里面呢，都有这个抗氧化剂，叫做花青素，对我们的身体抗氧化非常的好，也可以抗衰老。哇，那我等下要吃多一些。好，稍微的炒一下。这个过程呢，可能只需要炒个1分钟，直到那个洋葱变软跟稍微变透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刚刚做好的干香酱了。那先来问一下你哦，你是从事这个娱乐行销行业对不对？就这么说，你每天都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人哦。对，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样的客户跟网红，所以我比较需要注重自己的形象。然后这样他才会对我比较有信心，然后放心让我去处理他们的事情。了解。像你在饮食方面会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？尤其是在选择食物的时候。考量的话，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煎、炸、烤之类的食物 ，OK。但是由于年龄的方面，所以就比较需要注重蛋白质的摄取，因为很容易体重就上升。那这道干香虾球呢，就完全可以满足你要多摄取蛋白质的这个需求了。现在呢，就可以加入我们刚刚炒好的干香酱，加入3大匙，稍微的炒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可以加入我们的虾了。好，麻烦苏珊将虾倒进来。所以我要怎么看它已经完成？其实因为虾子刚刚已经煎得半熟了嘛，所以我们放进来过后呢，再继续拌炒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呢就可以了。也要确保它的那个酱汁呢是完全裹覆在虾的身上，就均匀的拌炒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最后的10秒钟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关上我们的火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加入我的个人最爱，就是香菜，来拌炒一下。所以我们有紫色、有红色，也有绿色。这道菜看起来颜色看起来就很开胃，对不对？色香味俱全。对。
好的，我们可以上盘喽。好的，我们这一道干香虾球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料理。来到了我们第二道料理，就是干香辣辣炒米粉。那我们之前提过呢，这个干香酱呢和海鲜搭配起来啊非常好吃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料理呢也用了辣辣。在马来西亚呢，我们称花甲还有蛤蜊呢为辣辣。我们今天这个炒米粉呢非常适合你吃哦，苏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炒米粉我们用了糙米粉，糙米粉呢比普通米粉高出了3到4倍的纤维。也因为糙米呢，它保留了那个外层的麸皮，所以纤维呢更加的高，可以维护良好的消化系统，还有延迟我们的饱腹感，对体重的控制呢有好处哦。哇，那听起来太好了。那辣辣对于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功用呢？辣辣呢，它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，而且呢，它的饱和脂肪也很低，对心脏有好处。它的维生素 B12呢，也可以维护良好的神经系统哦。哇，那吃完这道菜就好像吃了很多维他命那样。没错，我们开始煮吧。第一步呢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需要你帮忙切辣椒。辣椒呢，我们要让它更美观，我们就要斜着切，这样子切，就这个样子。好，好，就交给你了。可以的。我们现在就来开始煮我们的干香辣辣炒米粉喽。在这个锅里面呢，我们放2大匙的油，还有我们的干香酱。还有切成丝的洋葱，稍微的拌炒一下。哦，辣椒也切好了。是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也将刚刚苏珊切好的辣椒也放进来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煸炒的动作呢，需要大概30秒到1分钟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辣辣。这个辣辣是已经吐沙了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吐沙这个事情？你不是说你没有下过厨吗？我是没有，但是我在家里有看我妈妈会先浸泡盐水，然后让它吐沙，然后再开始烹煮。啊，伯母很厉害哦。没错，这个辣辣呢已经吐过沙，也穿烫过了。那加了辣辣要炒多久？那这个辣辣呢加了进来过后呢，我们需要炒大概30秒到1分钟也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浸泡过的糙米粉喽。那糙米粉呢，我们是先建议要浸泡，因为呢它本身的质地比较硬，浸泡大概15到20分钟呢，可以让它软化，也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烹饪的时间。然后借用筷子呢，我们就快速的将米粉都弄散开。所以就只是一直这样重复的翻炒它，需要加水还是什么吗？暂时先不用，如果过后呢，我们看到它比较干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可以放一点点的水进来。好的，那为了让这个干香辣辣炒糙米粉呢更加的营养均衡呢，我们就要添加一些蔬菜。我们这次呢就用了菜心，要麻烦你帮我切一小段，可以吗？好。那苏珊，我要问你哦，你从事这个行业，你平时所面对的压力呢，都是来自哪个方面呢？我行业的压力哦，比如说像现在资讯很发达嘛，大家要获取资讯都很简单。好像我们广告行业的话，就是我们也会非常的吃力，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追踪行业的最新的消息，然后给予客户最适合的方案。哇，这样听起来真的很不简单呢，要不停的一直去增值自己耶。对呀，就好像我们要先了解客户的需求。然后我们要给予他们准确的方案，比如说他们要用什么的小红书博主啊、艺人网红啊，然后我们还会给予他们适合的方案，然后还要一些网红们宣传的内容啊、策略之类的。哇，那果然每个行业都有自己挑战的地方哎。对啊，像你也是不简单啊，看起来好像煮个饭轻轻松松那样，但肯定也做了很多功课，也要很感谢你，让我今天学到了很多饮食的知识。啊，没关系，最主要呢是我们都吃得开心，吃得健康。好，对了，可以加菜心喽。我们刚刚加入这个菜心呢，它是属于深色的绿叶蔬菜，所以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钙质，吃了可以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哦。这个的话是炒到菜心变软就可以。没错，我们现在的菜心呢已经稍微的变软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最后的一个材料，那就是绍兴酒。那从锅边倒入我们的绍兴酒。
这个步骤呢，可以为它增加更多的香气，可以更提出那一个干香酱的味道。好的，很快的，我们第2道料理干香辣辣炒糙米粉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上盘子喽。好的，我们第2道料理干香辣辣炒糙米粉就做好喽，准备开吃了。我期待很久了，终于可以吃了。嗨，吃。我们今天这2道料理呢，都是以海鲜为主的。苏珊，我们现在来开始享用吧。好哎，来，我帮你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如何？好吃哎，好香！它的那个酱料跟虾子完全融入在一起，然后它不会软软的，还很有嚼劲，它的很有弹牙，对不对？那吃了这个干香下去过后呢，你有对里面的香菜有改观吗？哦，你不问我都忘记嘞，它那个香菜的味道已经融入在那个酱料里面，是非常的搭，然后是很香的。我成功为香菜平反了。OK， 香菜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吃这个干香辣辣炒糙米粉吧。来。好。我先试一下这个糙米粉。好，这个糙米粉呢，它的性质呢比较温和，而且呢，它的高纤维含量呢，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健康，促进营养的吸收。你吃了怎么样？它吃起来跟一般的米粉有点不一样，它比较有嚼劲，然后口感就比较好吃的口感。OK，然后辣辣的话，它也是跟那个酱料蛮搭的，吃起来蛮鲜甜。看你吃的这么开心呢，我就开心了。有时呢，可以开心的吃一餐饭呢，也是人生的一大满足。因为人生呢，不只是只有工作而已。对啊，就好像工作的话虽然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也很需要 work-life balance。我们的生活这么紧凑呢，可以做到 work-life balance 真的是不简单。那你平时会做些什么来平衡你的身心灵呢？比如说跑步、爬山、潜水，就一大班朋友一起去一个地方，然后亲近大自然，就感觉很放松。好，那以后呢，你可以尝试多一点下厨哦，因为下厨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压力哦。对啊，就好像今天那样，看你做一道菜都很简单嘛，就好像酱料已经准备好了，就随时想吃的时候搭配酱料，就可以做一道简简单单的料理。好，以后就要多一点下厨喽。我们这一集的指点小馆呢，就来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下一集呢，也会有另外一个嘉宾和我们聊聊酱料的故事。如果你本身也是对酱料还有料理有想法的话呢，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拜。这个糙米粉呢，它的性格。喂，这个不能，有一点调皮哦。喂，性格啊喂。